我穿越到被赤鬼侵略的世界，变成了我的曾太奶奶。为了拯救被关押的太爷和村民，我听从杰克的计划去偷赤鬼长官的钥匙，没想到被赤鬼守卫抓了个现行，是门口那个守卫，原来他一直提防着我。我下意识地用棍子一戳，又朝着他的档口狠狠踹了一脚，趁他弯腰就朝门口跑去。门外响起一连串脚步声，门口出现了另一只赤鬼守卫，他只是朝里看了一眼，就闪身笔挺地站在门口一侧。很快，一只带着上位者威压的高大赤鬼也出现在门口，他的裤袋口隐隐露出一串钥匙。完了，这下完犊子了！身旁的赤鬼脸上露出一丝惊恐，不等他开口，我抢先一步冲上前，抱住长官赤鬼，指着刚才那只守卫赤鬼，惊慌地大喊：“不要啊！他耍流氓！”长官赤鬼瞥了一眼我敞开的衣领，厌嫌地将我一把推开。打死他估计也想不到，一个老妪会有这么多心思，只以为是这卫兵赤鬼憋久了，对老太婆起了心思。外面战场的接连失利，上级单位的不断催促施压，早已让他憋了满腔怒火，无处发泄。他拔出随身的军刀，就朝着卫兵赤鬼走去。我不敢多看，悄悄溜了。等我回到约定碰头的实验室，杰克不在这里。我掏出那串钥匙确认了一下，应该没错。刚才我冒险抱住那个赤鬼长官，就是为了趁乱偷走他裤兜里的钥匙。耳边隐隐有鸡鸣，不好，天亮了，我要醒了。我只感觉有些头重脚轻，周边景色也变得有些虚幻起来。我努力集中注意力，一把拿起报告，撕下了几页，揣进裤袋里。彻底黑蒙前，我看见杰克提着一个小黑箱站在门口，眼前是熟悉的房间，一股冰冷腐臭的气息喷在我的脖梗后，我脖子一缩，从床上弹了起来。黑暗里，太爷两只眼睛像老鼠一样泛着绿光，就像两盏鬼火。我只感觉头皮发麻。嘎吱，门被打开。爹，该起床了。看到床上的太爷，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太爷已经不成人形，身上的皮肉里长出了无数锋利的晶状物，整个人就像是一个怪石嶙峋的怪物。老四，咱们还能送爹走吗？别人家可没这个情况。还有一天，坚持完这天一定能送走。那几页报告还在，我拿出手机拍照翻译。报告里，赤鬼挖防空洞挖到了人形远古生物残骸。通过实验，他们发现，当尸骸细胞被注射入人体后，会进入休眠状态。等宿主死后，心脏一停止供氧，免疫系统一罢工，这些细胞就会被激活并吞噬其他细胞，快速替换它们。大概72小时左右就能基本替换掉人体主要器官。当新心脏再次工作，死人就会再次复活。根据大脑的损坏程度不同，会保留不同程度的记忆和认知。赤鬼们希望能改造这些细胞，打造一支听从命令的不死赤鬼军团。可是，在后续的实验中，却发现这些新器官在氧气环境里只能维持2-3天时间，就会再次停止工作。这样的效果显然没办法直接投入战场。不过，他们很快有了新成果，这些细胞在极少数个体中会释放出一种稳定细胞结构的酶，能让细胞快速晶体化。这种晶体并不稳定，被破坏或者腐蚀后，会释放一种穿透性很强，能瞬间摧毁人类细胞的高能粒子，而且这种粒子射线很快就会消失。这用来对付熟悉地形、擅长挖洞藏匿、发动奇袭的人类军队来说，无疑是最好的大面积杀伤性武器，也为入侵的赤鬼日后的移民提供了一片没有污染的土地。我私下的报告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所以，那些回门的老人其实都是当年被实验的孩子。赵大宝并不是因为不孝遭报应，只是恰好赵大爷是这种能结晶的体质。因为离坟山近，赵大宝和邻居刚好在波及范围内而已。想到太爷身上隐隐的结晶物，我只感觉头皮发麻。爷爷和四爷走了进来，我把纸给爷爷看，并讲述了昨晚的经过。这也太匪夷所思了，这东西真是你从梦里拿回来的？我怎么会拿这个开玩笑？而且这上面写了，如果身体长出晶体，最后就会爆炸。赵大爷估计也是这种情况，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把太爷送到没人的深山里去，不然我们都活不了。爷爷拿着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脸上阴晴不定。老四，你没看见爹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吗？之前村里那么多人回门，什么时候有过这种情况？
而且当年赵大爷出事那晚，我记得那后山的飞禽走兽死绝了，甚至连蚂蚁足虫都死了一地。大家都说是赵大宝不孝破了村里习俗，惹得赵大爷煞气冲天。现在想起来，什么鬼祟能跟这些虫鸟野物过不去？那些赤鬼邪乎得很，爹跟村里那群孩子当年死里逃生，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。四爷的脸也沉了下来。大哥，就算我们想送，只怕也难过村长和街坊那一关。这已经不只是我们一家的事了。准备一下，今天必须把爸爸送走，我看谁敢拦我们。太爷的身体膨胀了，普通的棺材根本放不下，为了不磕碰到晶石，只是简单的放在家装抬杆的门板上，盖了一块床单。一路上村民们指指点点，大家才刚到村口，住得不远的村长就闻讯带人赶来，看到模样吓人的太爷，众人纷纷脸色大变。老何啊，平日里你们一家挺孝顺啊，怎么把你爸伺候成这样？这才回门第2天，你们就要把你爹埋土里了？这可是要破了咱村的习俗，要死人的。爷爷怕说我做梦只会被当成小孩戏语，便只说是太爷托梦给大家，想要今天葬到后山深处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你这梦算不得数。咱村的习俗可是用很多条人命才摸索出来的，你再坚持1天，让你爹安心走了，我们大伙才安心。你们可别跟赵大宝一样犯了浑，自家几人有个好歹就算了，还把周边邻舍都害了。一听赵大宝，周围几个邻居的脸色更难看了。当年那几家人的惨样，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村长使了个眼色，几个村民拿了家伙围了上去，比不过对方人多势众，大家还是被撵了回来。屋外，村长还留了人看着，连想提前走的叔婶一家都被赶了回来，一副铁了心让我们熬到明天的样子。看着太爷身上还在慢慢冒尖的晶体，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现在可咋整啊？不然在院里头挖个坑，把爸埋了中用不？唉，赵大爷那坟头离赵大宝和边上那几家可有1里多路，我们挖坑能挖多深？我就着手机，拿着那2张纸看了又看。这个报告不完整，赤鬼能做这么久的实验，肯定有阻止的办法。至少他们应该知道什么东西能隔离这种放射波，不然他们早就死光了。这个报告后面一定有阻止的方法，我必须再过去一趟。根据之前的经验，只要拿到报告，然后去撞墙一吃痛，估计就能醒。爷爷，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要过去把这个后面的几张也带过来翻一下，也许就有办法了。怕把我中途扰醒，爷爷把众人换了出去，我小心地躺在了太爷身边，闭上了眼睛。鼻子里是浓厚的血腥味，我吃了一惊。太奶奶躺在地上，胸口的血洞还朝外鼓鼓冒着鲜血，已经没了气息。地上没看到钥匙，应该是被杰克拿走了。是我大意了，这种处境下带着一个老妇人逃出去已经很不容易，他还轻易地答应带那么多孩子，根本从一开始就只是在利用我。现在拿到钥匙，怕我闹腾，所以直接下了死手。我想到什么，心底突然涌起一股寒意。既然太奶死了，那这次我是我自己。如果被赤鬼发现了，被枪毙了，不会真的就死了吧？我正要伸手去拿报告，门嘎吱打开了，是2个赤鬼卫兵。